慢着！臣未见参见太子殿下。帝家有女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荣封太子之妃。听闻大晋太子荣冠中原，今愿以3万水师求聘，不做他项，但求太子妃之位。但求太子妃之位。但求太子妃之位。帝子元，任安乐，有太祖遗旨为证，3万水师作聘。我不论你叫什么名字，你都是我韩业的太子妃。子元，我让你久等了。整整1年才从梁帝升为太子妃，确实是让我久等了。太子殿下，吉时快要到了，不要耽误新人行礼。罗明熙，对不起，但我谢谢你，帮我治好了眼睛。只是这一次，我的新娘子不能让给你。新娘子让不让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罗明熙，殿下是要跟我抢媳妇儿吗？唉，真是不放心把小姐和院琴交给你们呢。这世上也就只有你们帝家姐弟敢骗我这个太子了。若不用这个方法，怎么能把韩业你这头倔牛从山上骗下来？不过最开始，子元想用的方法不是骗，而是绑。叫我太子殿下。好，太子殿下，快替2位新人主婚吧。子元，你为我做到如此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因为不管发生什么，知韩业者，莫若弟子。
子渊，洗碗备礼吧。我身为储君，这半生克己复礼，鲜有能随心而活的时刻。我这辈子最开心的，就是皇爷爷的这道赐婚圣旨。不管我们帝韩两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隔阂，我们两个人的命运早就纠缠在了一起，分不开的。巧得很，让我心动的袁安乐，便是我要守护的帝子渊。你可曾记得，在这苍山之上，我曾说过，你会陪我闯下大经盛世。我自然是记得的。当时太子殿下可是跟我说，让我只做你的知己啊。那不算。起立。这把碧玺剑，象征着帝家尊荣、天下权势。陛下为他痴迷了大半辈子，我想把他就留在此处。殿下拿到这么久，都没有打开看看吗？权柄向来只在人心，越是想要用力握住的人，越是什么都得不到。那还是得握住你，我这储君，才能当他安心。我韩烨恳请你留在我身边，以太子妃之名，大晋长宁，百姓和乐，千里同风之盛世，你我一起看。
10几年前，有个小丫头跟我说，靖南长丝花清雅峻丽，花开之时声若繁星，花香十里。那时候我少年心性，便找人寻了些来，在东宫栽了满园，想着花开之时给小丫头个惊喜。后来小丫头离开了京城，我便把花种撒在了这里，想着有一日小丫头若是回来，不会太孤单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太子殿下居然在这里挖坑填土，这样子真是叫人难以想象。是啊，那几年每次来种花，我都得让吉利把着门，生怕有人看见我这个堂堂太子，满手满脸都是泥巴。真想不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。我也没想到，这些年来你所经历的一切。更何况，长丝花不耐京城的寒冷干燥，这10多年来从未开过。其实，在这京城之中，我见过一次长丝花。我知道，我第一次看到长丝花苞，是在骆明旭的房间里。我亲手种过，知道有多么不容易。也是他让我更坚信，若能用心之深，定有奇迹。长丝花是为怀恋家国故土而生。长丝花最赖养护，犹如家园最耗心血。唯被用心对待，家园才值得怀恋。骆明熙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够回到靖南看一次长丝花开。可惜最后也未能实现。这几年时和随风，长丝花不光在靖南开得好，在京城也忽然盛开了。这花开得烂漫无边，想必骆明熙，还有天下万民，都能看得到。嘉昌6年冬，靖安侯帝永宁被指通敌叛国，于青南山下葬送8万大军，有畏罪自刎。嘉昌帝韩仲元震怒，下旨诛帝室9族。而太子韩烨以太祖遗诏立帝家女子元为其太子妃为由，请旨保下帝子元的性命。住手！帝家满门谋逆，当诛9族。一派胡言！我靖安侯府上下赤胆忠心，一身忠骨，绝不会反。帝子元，轮到你了。住手！刀下留人！殿下，殿下，帝子元接旨。逆贼帝永宁里通北秦，伤无国民，今当以帝家之血正国典，肃朝纲，着
诛灭帝氏9族，令求帝永宁之女帝子元于岱山永宁寺即刻启程，终生不得下山。殿下，按照大晋律法，帝子元当斩。古云年，你看清楚了。子元，圣意如此，但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一厢情愿。先皇虽许我太子妃之位，但寒夜，如今帝家只剩我帝子元一人，你认为我还能当你的太子妃吗？岱山路远，子元，珍重。太子殿下，您非帝子元不娶，偏偏帝家灭门，他拒绝再承太子妃。眼下他被囚岱山10年，哪怕您礼物不断，也决然不给回音。而您一再违逆圣意，不肯纳娶妃嫔，您这么做值得吗？吉利，这些结账后都仔细用油纸包好。是。刑部拿人，不得靠。起来！走！把人押回去。陆大人，殿下每隔3个月便派人往岱山上送礼，10年未曾间断。可惜死物终究是死物，永远都比不了人心。朕说错了吗？子元自幼便有你守护，我以为这大境上下，你最知晓我非他不娶。你非他不娶又如何？陛下早就在为你另谋婚事。所以我已请旨，南下歼灭东迁海寇，以解大境东南之患。此次若我立下战功，希望能在陛下面前为子元下山争取一次机会。骆明歇，叫我骆大人。骆大人，此去境南，情况不明，如有拖延，这些礼物还请殿下。送礼物去岱山上这件事儿，恕臣无法做到。此去境南，还请多多保重。臣还有要事，就先告退了。东风既起，当有贵客到访。
殿下，东迁流寇的船只又往建海移动了。你速将这封信送去东南大营，时机一到，即刻出兵清剿流寇。是。看这天色，怕是要下雨。殿下打算如何？情况紧急，我再去码头看看，稍后与你会合。是。下雨了，马上就到。吉利，先把伞给他们，再速去大营送信。殿下，您千金之躯，这如何使得？快去！殿下千万保重。来，给你们伞。谢谢。没事。子元，10年了，此次我定要荡平海患，迎你下山。东迁贼船竟如此嚣张！太子寒夜温文尔雅，气质颇为出众。就是这人，跟寨主说的分毫不差。走，跟兄弟们知会一声。是他。如此恶劣天气，这女子怎么睡在此地？姑娘，贼人，你想趁火打劫？是在下动作不妥，累得姑娘误会。我见姑娘衣衫单薄，睡于此处，恐你着凉，并无他意。并无他意，为何还鬼鬼祟祟？我方才已经解释过了，男女有别，还请姑娘自重。公子气度不凡。姑娘谬赞，还不能夸你一句了。知道我错怪你了，你是个好人。无妨。那儿都湿了，坐这儿吧。不必了，多谢姑娘好意。姑娘，你实在不该独自一人
睡在这种地方，有何不可啊？我向来走哪儿睡哪儿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这样容易遇歹人。帮人盖衣遮雨的那种歹人。对不住，是我妄言。出来，那小子就在那边。东迁的奸细来了，快走！哎，姑娘，姑娘，站那儿，快，别跑！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不必跑了，他们没有追来。那可不一定，这些人坏得很。公子一看就是金贵之人，肯定没这方面经验。姑娘看上去倒是很有经验，不知姑娘是做什么的？是蛇一身冷，是狼一身腥。我可是江湖中人，看人的本事还是有的。是我多虑了。不过姑娘放心，即便他们追来了，有我护着你，不会让他们伤你分毫的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该躲还是得躲。去那边看看。快撤呀！再往那边找找。他们走了。姑娘，你可以起来了，他们走远了。哎，别动，他们有可能还会再回来的。哎，你做什么？哎呀，以防万一嘛。好啦，这会儿他们应该是追不上来了。此时出海会不会太危险？现在还行，我们是顺风而逝，等回来的时候可就不一定了。我怎能在海上耽搁？但此时回城是逆风，恐难成行。姑娘，难道你是常年孤身一人在外漂泊？孤身一人多自在，无牵无挂，无拘无束，又能随心所欲。再说我这个人运气比较好，总遇有缘人。这不是就遇上小公子了吗？要下雨了。眼看着风平浪静，我若还不回城，岂非贻误战机？这船为何只原地打转？
子，你这么摇下去，何时才能到岸啊？来，我来教你啊。先要把这个桨拿起姑娘来，，我来就行了。把桨放下去，这样滑。姑娘，来，把桨我来就行放下去，我来的话学会了就可以了。滑。哎，桨，别动！你是公子说不要动的。公子啊，你既不会划船，不叫醒我可是舍不得啊。不想烦扰外人。100年才能修得同船渡，你我缘分匪浅啊。如此风平浪静，如何回城？眼下风和日丽，又唯你我2人，分明是上天想让咱们俩独处。所谓求之不得，避之不及。姑娘，我此次来靖南有要事在身，实在不宜在海上耽搁太久。姑娘，需要我做什么？风平浪静。既然公子急着要走，可是我说出的条件，公子都愿意答应。把衣服脱了。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没有布的话，如何做船帆啊？好吧，公子既然不愿意，我脱我的就是了。哎，姑娘，请自重。公子，为了你，一件衣服算什么呀？姑娘，不必了。公子不是急着要走吗？我这是在帮公子呀。姑娘，有船来了。是东迁。他们性格凶残，手段狠辣，我们必须得尽快离开此处。公子会踩水吗？报告，有艘欺负船只，将军。公子，你不会划船，踩水的功夫倒是一绝。姑娘谬赞了，行走江湖，至少得会几样傍身的本领。公子才与我相处几时啊，就已经以江湖人自称了。看来你我还真是性情相投。不敢，还是姑娘胆色过人。东迁士兵近在眼前，还有心情与我说笑。公子可与我多相处相处，届时定然会胆大包天。怎么办？一会儿姑娘先走，我引开他们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传过来看看。公子，若是此番能够得救的话，我定会嫁与你。有敌情！
子可要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，若是此番能够得救，我定会嫁与你。人安乐，尔等宵小鼠辈，若敢犯我大晋国土，必什么？必诛之！必诛之！他妈，早跟你说了，别给大当家的写那么文绉绉的词儿，他记不住。79，东间流寇，死亡79。然乐，公子第一次叫我名字，真好听。小姐，我来帮你，看一边去，没得演人像。哦。大敌当前，公子还对我关照有加。这些东迁狗贼敢动我仁安乐的人，东迁流寇全数歼灭，东迁战船全数剿没。哎，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上药。上药？公子，我这不是要占你便宜，我是要给你擦药。那剑上不知道查了什么毒，如果不及时擦药的话，让我这胳膊怕是要废了。大当家请自重，大庭广众之下。大庭广众。过来吧。
你就当它不存在，快点。别动，我自己来。大当家，东南水师来了。前面有船队，是安乐寨的船。这帮官老爷呀，每次都等我打完了才过来。行了，尸体扔海里喂鱼，我们撤。不必撤，我与他们熟识。公子还是军中之人啊，那我们可就更得撤了。快走，东西都收起来，人全都扔海里去！快！太子殿下，我在这儿。我乃大晋太子韩烨。你是大晋的太子？那我救了你，岂不是就挣了个太子妃之位？大当家救了我，于公于私，我都该说声谢谢。只是太子妃，我已有婚约。救命之恩只说一句谢谢，太子殿下，你太会诓人了吧！大当家想要什么，我韩烨定极尽所能。大当家想要的是你这个人。行了，就这个，给我当聘礼吧。对不住，我早已说过，太子妃之位乃皇祖父为我钦定。非他不娶？非他不娶。哪怕我以3万水师作为聘礼，太子殿下也不动心？大当家心怀大义，助我大晋驱除外贼。你有如此本领，当为将才。若你愿意，我可以向朝廷举荐你。太子殿下，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家的官儿。我任安乐救太子殿下，我俩共度一夜。太子殿下以他的宝物作为聘礼，我以3万水师求取太子妃之位。太子殿下，多谢，一言九鼎，不可反悔。任安乐，我何时答应你了？你答不答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殿下，哎，你们太子要跟我回安乐寨，明日再找人来接。吉利，徒劳。吉利，殿下，我在这儿。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殿下。随后，臣命东南水师与安乐寨会合，将东迁海寇悉数平荡。此一役，任安乐与安乐寨功不可没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：3万水师换取太子妃之位。任寨主只是一时兴起，当不得真。今愿以3万水师归顺大晋，不做他想，但求太子妃之位。但求太子妃之位。
竟然写了3遍，这个任安乐还真是个妙人呢！啊，原来殿下和他就这么共度了一夜。左相慎言，韩烨与任安乐毫无关系，他只是为我疗伤而已。陛下，无论如何，任安乐3万水师是稳定靖南的唯一机会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此事关系重大，难不成还真给他太子妃之位不成吗？还望陛下三思。你们先退下吧，太子留下。太子啊，你此次击溃了东迁，朕深感安慰。只是男儿既要建功立业，也须得考虑成家之事啊。臣自幼恪守皇祖父遗诏，非子元不娶。东迁海寇已灭，臣不敢居功，斗胆恳请陛下赦弟子元下山。依你所言，剿灭东迁，任安乐功不可没。他要的也是太子妃之位啊。臣会尽力劝说他接受其他封赏。罪臣之女与边荒水匪，通通都当不得太子妃。本月15的春寿，你也给朕打起精神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骆明熙，你这走路悄无声息的毛病，是该改改了。臣向来如此，殿下该早点习惯。坐。殿下深夜到访，找我何事？只怕10年过去，连我自己都快要忘了他的模样。
来了，太子殿下来了！哎，太子殿下来了，是，来了。居然有一个女水匪想要嫁我们太子殿下，真是荒谬。就是，太子殿下风神俊朗，哪里轮得上一个女水匪呢？是啊。你们说这任安乐会是何等模样？那必然五大三粗，彪悍粗鲁，是吧？那我偏赌她是个大美人。温叔，你居然有兴致来凑这个热闹？能与殿下共抗东迁，怎会是丑陋之人？驾！谁不知道太子殿下心心念着某个人呢？就算他眼下离不了代山，也断然不会被一个女水匪捷足先登。就是，你这太子不会真的喜欢他吧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也觉得不会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大晋的王公贵族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我们的太子殿下荣冠中原，以致有女水匪以3万水师求娶，哦不，是求嫁。书背好了吗？我知道，殿下即使对其他女子动了心，太子妃也只会是岱山上的那位。不过，这个任安乐是美是丑，现在是咱们狩猎宴的头号赌局啊！殿下，你给我透露点呗，啊？哎，麒麟，怎么样？真是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芙蕖出露波。这是哪来的奇女子啊？太子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姑娘，你是？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哎，任安乐一袭红衣，与太子殿下十指相扣，用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英俊的脸颊，然后说道：“公子莫怕，现在既已上岸，你我身后便是安乐寨，从此以后再也无人。”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东西啊？给朕瞧瞧。女匪与太子。话说那任安乐，一夕之间名动京城，
街头巷尾，谁不在问，谁不在说？狩猎宴那日，眼见那任安乐一人一马，笑靥如花，直奔咱们太子殿下而来。我任安乐是来当太子妃的。来，殿下，你说那日狩猎宴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是谁把这种事往外说？里面可有个肆无忌惮的草莽英雄？你说的是任安乐本尊？那他这么做是图什么呢？他虽草莽，但却聪明，甫入京城，便懂得利用民意人心造势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他可真是厉害啊！只可惜没用到正途。就是，干点别的什么不好，非要拿来羞辱我们家太子殿下。民间多忘事，他若不继续生事，等过阵子便风平浪静了。但按照他的性子，他怎么会不接着兴风作浪啊？我会想办法，不让他荒唐太久。小姐，这座宅子离太子府只有咫尺之遥，西行不远呢，便是3省6部与945间。此外，还有一条密道。他果然心细，将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小姐，你在狩猎场求嫁太子的事情，外面都传疯了。这酒馆里说戏的，茶馆里热议的，你看，还有这么些个话本子，咱们在京城啊，那可是一举成名了。这些画本子虽然看起来很肉麻，但的确是有些用处的。可这百姓们好歹还有个响，哪像那些大臣们呀？他们可收了咱们的银子，按道上的规矩来说，这可是买路钱。结果他们呢，居然连大门都没让我们进，这个亏可吃大了。难怪小姐说你没出息，咱们的安排奏效了。我们初入京城，他们肯收东西已是不错了。韩中远待小姐态度不明，他们此时是不敢贸然同我们结交的。无妨，大路朝天，何该为我任安乐而开？再说我任安乐的嫁妆是3万水师，而他太子赔上的却是整个大京。那靖南女水匪竟妄想做太子妃，最近弄得满城风雨啊，连说书先生都在说这档子事。不过在狩猎宴上，女水匪身手不错，华珍也不错。属下在。今日带回来的犯人处理得如何了？回禀骆大人，铁瓮已经放在刑房了。不过一层皮而已。你吩咐下去，将他装入瓮中，塞满碎冰，几个时辰后拔出来。保证他脱得干干净净。是，下去吧。子源，骆明熙，
认不出我了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该叫你紫源，还是叫你安乐？与韩家有关的名字，就不要再提了，叫我安乐，任安乐。好，安乐。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乐。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。这几年间，你在朝我在野，辛苦你为我争取10年养精蓄锐的时间。那还得多亏帝家家主，让我将帝家之剑献给韩中原。若非这样，我又怎会如此年轻就官拜刑部尚书？如今你先是3万水师求聘，又在春寿宴上亮相，这京城已经传遍了。有岱山上的弟子缘在，我就是贪恋太子美色的任安乐。这场婚求的越是轰轰烈烈，我越是能做我要做的事。安乐，这韩业每隔3个月都会往岱山上送礼物和书信，10年未曾见到过。如此便能消除韩家对我帝家的灭门之恨。骆明熙，我是等了10年要复仇的任安乐，不是等待太子殿下垂怜的帝子元。你确定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我帝家上下横死之夜，我一日未曾忘记。韩中原，你可曾想到，帝家孤女会在10年后归来见你？调查的结果如何了？陛下，任安乐与太子相遇，以3万水师求嫁之事，与太子所述分毫不差。这任安乐果真是奔着太子而来。是啊，陛下。陛下，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议论，这个任安乐究竟能不能当上太子妃呢？为何当不上啊？太子殿下赠礼岱山10年未断，故此。当年太祖想帝韩一家天下共治，可是朕呢，继位还不足6年，这帝家就举兵谋逆，偏偏太子端着先帝的遗诏，将这帝家的孤女硬生生的给护住了。这让朕真是难做啊！还是这个有趣啊！啊，哼！赵福，奴才在。传朕的旨意，明日让这个任安乐来见见朕，朕倒要看看，这个口口声声想成为太子妃的靖南水匪，究竟能不能降住我这个冥顽不化的皇儿？这古余年坑杀帝家8万将士，又害帝家诛9族，他罪不可赦。韩中远却念他戕害帝家有功，放任他权倾朝野，重臣攀附。不过，韩业和右相魏建行的是正道，跟他势同水火。你以求娶太子妃入局，所以这太子当是同盟。那下一步便借力打力。大理寺，这大理寺由古余年把持，拿捏各家后路，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要拜大理寺少卿。最好还能有一个案子做引，深入到古余年的党羽之中。我刑部正有一个案子，林冲杀人案。爹爹，求求你，让大理寺把林冲放了吧。林冲将一名剑生活活打死，可太子和刑部都盯上这事儿了。林冲他爹这些年
可为你做了不少提己的事儿。侯爷，李欧，在，去大理寺跟裴瞻说一声，让他把那个林聪从刑部捞出来。是。刚才听到了一件趣事，任安乐。哼，那个大肆宣扬求嫁太子的女水匪。哎，不过听说是个美人儿，这要是能收来做个妾室，满脑子就这点东西。我3万水师不容小觑，哪怕求不得太子妃，陛下也必会委以要职。若我没有猜错，大晋恐怕是要有第2个女官了。第1个帝家不也全都没了吗？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孤女，还被关在岱山，不足为惧。帝子元只要活着，早晚会找我复仇。任安乐当上太子妃，总好过罪臣孤女。任安乐要是可以拉拢过来，倒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。不妨让他来我的地盘，看看他到底识不识相。林聪杀人一案，查得如何了？这案子倒是简单，当日林聪便招了，但没到半个时辰，就被转到了大理寺。这大理寺是忠义侯的地界，想必侧门正连着林府的府门呢。忠义侯纵容裴瞻，在大理寺网罗罪名，疏通关系，构陷对手，可不都在他的掌控之内吗？殿下领3法司，行的是正道。可你架不住忠义侯的歪门邪道，臣有心杀敌，但我无力破局啊。我看，想要对付忠义侯这种奸狡皮赖的谗臣，就得找个更红不吝的来。你是说任安乐？是，任安乐。他不仅是名良将，还能助我将大理寺这潭死水搅浑。那臣要恭喜殿下了，一来平白无故获得了3万水师，二来又空得了太子妃之位，这3来，或许殿下找到一枚好钉子，可以楔入大理寺。陛下，任安乐已经在外边候着了。看你这样子，今天路上很是不太平啊。一介乡野女子，您可要小心呐！等会儿可千万别冒犯到您呐。行了，叫他进来吧。宣任安乐，安乐寨任安乐参见陛下。跪下！敢这么盯着朕看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哎呦！见到陛下，我才明白太子殿下是缘何荣冠中原的。太子殿下很英俊，但是小女也不赖啊。陛下，您觉得我跟太子殿下可还相配？你说的这事儿，朕可做不了主。这太子啊，自己会有判断。哎，您可是皇上，您说配就是配呀。我这回就当是丑媳妇儿来拜见公婆了。哦，说到公婆，这媳妇儿可不得给公公敬个茶呢。哎呦，你，哦，我懂了，还没成亲之前是不能敬给公公茶的，对吧，赵公公？怎么了这是？哎
哎呀，我说的是他这个公公，不是您这个公公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没事吧？轻点儿，很轻啊，陛下。哎呀，你轻点，你也很轻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快喝口茶。陛下喝完了这口茶，就代表着承认我跟太子殿下的婚事了。任安乐，陛下面前不得无礼。你招惹回来的这个姑娘倒是挺有趣啊。让陛下忧心，是臣不孝。太子殿下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还有弥补的机会。不如，陛下就让我们立刻成亲，我们3年抱俩。荒唐！朕倒觉得你们2个也算是情投意合。那就这样吧，朕就封你个美人当当，如何？小女不愿。虽然我与太子殿下干柴烈火，共度一宵。等等，太子，他说的是真的？陛下，任姑娘出身绿林，个性恣意，用错词语还请见谅。臣却蒙任姑娘相救。此情圣龙，在下铭记于心。但婚嫁之时，恕臣实难草率应允。太子，可安乐是3万水师求太子妃位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再这样僵持下去也没劲。要不这样吧，这3万水师呢，我照样奉上。1，我不要封赏；2，我不要军功，我只要陛下给我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太子殿下既然不想将太子妃一位给我，想必他肯定是觉得我跟他身份不匹配，能力不匹配，性格不匹配。如果我能跟太子殿下共处一室的话，说不定他能对我日久生情呢。哦，刮目相看。原来你是想跟太子一起做事啊？对。哦，但是有个丑话我得先说在前头。我对这官场不是特别熟悉，所以我想要找一个事儿少钱多离家近、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差事，这样呢，我也可以天天跟在太子身边。这大晋女人入朝做官，倒也不是没有先例。那太子拟一下如何？陛下，臣目前暂理3法司的事务，既如此，不若让任姑娘暂任大理寺少卿之位，学学大晋朝臣的处世之法也好。任安乐，你觉得大理寺少卿一职如何呀？好名字，大理寺这个名字好，多谢公多谢陛下。陛下，您当真要这女水匪做大理寺少卿，就不怕她由着性子乱来吗？一个小小的女子，竟然让东迁的水军闻风丧胆，此人定不简单。纵是利剑，也是危险；纵是危险，也是利剑。伤人，杀敌，就看到底要怎么用了。看这案子呀，就差不多了。是，差不多就能结案。是啊，找到了。哎，任大人请。哎，裴大人，任大人。今日是我第1天任职，大家对我这个大当家的有什么？少卿，少卿。大家有什么给我这个少卿审的案子呀？哎呀，任大人，今日大理寺已无甚要事，该办的都办完了。
不慎要事可不行啊。要不大家就搞点事情出来吧。这胡闹嘛，意思？其实呢，说到让我来大理寺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是一座庙呢。后来殿下跟我说，这是办案的地方，所以啊，我必须得赶紧找点事情来做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当不上太子妃了。任大人，啊？在下黄埔，与任大人同为大理寺少卿。哦，今有工部郎中林国忠之子林聪最后杀人一案，搁置大理寺已有数日，尚未结案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，黄埔？这林聪一案呐，就是一行人酒后推搡，自己不小心跌死了。你看我自己写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啊。是啊，请你记住，你是少卿。任大人，来。哎呦，您来的多是时候啊！只要您呐，在这上面写上您的名字，就算完成一件大事了。真是没想到，我这一来，裴大人就给我找了这么大一个案子。好，那咱们就结案了。杜大人各位大人，无事都回去吧。啊，走吧。那我们走吧。任大人，忠义侯可是对您赏识的紧呐。这忠义侯既然这么赏识我，那我可得好好表现才是。那替忠义侯谢谢任大人了。哪里的话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丑得像个鬼一样。为虎作伥。古余年，林聪就当我任安乐送你的见面礼吧。殿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我以为这任安乐来大理寺必然是鸡飞狗跳，没想到现在安静得很啊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倒是撞见不少托辞说自己身体不适，想要回家休息的官吏。那殿下，这怕不是一个好大的烂摊子。说来任安乐到底只是个乡野女子，万一禁不住诱惑，投靠了忠义侯，那也未可知啊。小人足谄媚，君子无猜忌。那也不对啊，他一路以来对殿下你那么能统帅3万水师，扎根靖南这么多年，他绝不会是那般肤浅之人。殿下的意思是善于伪装。对于如今的大理寺而言，倒也是好事一桩。文书，在。待会儿去马车上，把东西搬过来。好。裴大人，你怎么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该不会是放心不下我吧？我是放心不下大理寺。怎么这里只有你一人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我每日虔诚的祈祷，希望能够跟太子殿下有些独处的机会。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
这箱子可真沉。殿下。美好的机会还真是转瞬即逝呢。殿下，你要的东西我们送过来了。殿下原来是来给我送礼的呀！你也可以这么认为。殿下送我的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当然。是什么大镜？大镜律书。哦，这是什么什么？洗冤昭雪记录啊？和大镜发行。为什么这么多？殿下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大理寺，掌邦国折狱详行之事。你既然做了大理寺少卿，自然要熟读刑律典籍，烂熟于心，方能应对自如。有必要这么麻烦吗？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职位啊！还有啊，这些和这一整箱，都是你答应了殿下要好好珍惜的。7日之内看完，1个月之内背熟。这也太难为人了，殿下。嘿，我算是明白殿下的用心良苦了。安乐呢，识字不多，接下来还要多多请教殿下。想必殿下这苦苦一番作为，是想要增加我们俩独处的时间吧？荒唐。任安乐，时间紧迫，我先教给你一些实用的内容。时间不紧迫，殿下可以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来讲解。这是一些应对预送的小技巧，叫做舞听。什么听？舞听。哦，你听，我听，他听，还有什么听？一曰词听，是指听其言；二曰色听，是指观其色。我懂了，这个我懂。这前面这2听我已经充分的运用到了。我之前见到殿下的时候就知道殿下的声音很好听。殿下也很好看，嘿嘿。3曰气听，是指闻其气息。说到闻其气息的话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闻到过殿下的气息。坐好。4曰耳听，是指观其听灵；5曰目听，是指观其眸子。你有什么？观其眸子的话，殿下为何要躲开我的视线？难道殿下心虚了？我又不是囚犯，你不必用这招对付我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舞听好像适用性很广泛。殿下，殿下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你的眼睛里有我的样子。任安乐，别闹了。拿上书，我带你去狱里练习。干嘛？报复我调戏你啊？你不说我可认了啊！有意思。殿下，大理寺少卿，仅次于大理寺卿之职。你每天除了要审断狱讼，还要掌管寺中300余人，绝非是儿戏。既然我掌管了这么多人，太子理应对我客气点才是啊。我是来教你的。哦，太子这话的意思是不想对我客气。也是，客气是礼，不客气才是情。殿下这就走了，来，我来送送你吧。
慢慢的走，慢慢的上。哎，他不错了。干嘛？我扶你，你害羞啊？哎，常来啊！你这一程是不是送的有点太远了？我听说古人送人都是要送到郊外的，怎么殿下反倒不感激我，还嫌我送的久了呢？虽说这京城繁华吧，但是这人是不是也太多了点？这几日乃大庆3年一次的会试，自然热闹。走开！走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会不会骑马呀你？真会骑！闹市之中这样骑马，与行凶有什么区别？怎么办？就凭你们，也值得我行凶？我们都是正途之士，你竟然如此无礼！就是。哦，我当是什么人这么有眼不识泰山呢？原来就是2个外地来的臭举子啊！骂谁呢？这么说话？怎么说话呢你？然了，殿下拦不住他，拦我做什么呀？你初入京城，不可四处树敌。就是因为这些富贵人家四处横行，遭殃的才是这些百姓呢。难道让我睁着眼装看不见不成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年的会试，本小侯爷胜券在握。你们，还有你们，京城居大不易。我奉劝各位，赶紧滚回老家去吧！啊！什么人？然了，你掌3万水师，万不可折在此处。原来殿下心尖尖上的人是我呀！你当这闹市只有我们2人吗？然了，殿下，我要1个月都不洗脸了。荒唐！你送的够远了，回去老实背书。哎，殿下，胆子不小啊，小姐，这后面有个尾巴，跟了我们很久了，要不要？狩猎宴后就跟着我们了，太子府上查太小姐的，不用理他。既然他想看，就让他看个彻底。月叔，你继续盯着。燕琴，咱们去个好地方。好。殿下，实在不是你投壶功力变弱了，而是这罐子已经满了。这里面有22支笔，今日这一桩是我记下的第23桩命案，连这罐子都知道，恶贯满盈，已是装不下了。这钟义侯不择手段，普通的方法根本对付不了他。钟义侯不除，大庆终是难宁。殿下，殿下，那就先看看您安插进大理寺的，是招妙气，还是招臭气？殿下，属下探访任大人数日行程，京城3品以上官员，他都下过拜帖，日常行迹看不出端倪，
只是，任大人现在去了凌香楼。去楼上吧。哇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凌香楼吗？哎，殿下，殿下，这凌香楼听说是京城最有名的销金窟，进门听曲喝茶都要身家和银子傍身呢。我听说这儿的头牌花魁琳琅，名动全城，但却少有人见过其真面目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看，这凌香楼居然开了你和任安乐的盘口。各位，这左手边是我们的当今太子殿下，这右手边是任安乐任大人。究竟任大人能不能坐上太子妃？今日就让我们来赌上一赌。原来诸位在拿我下注啊！那不就是任大人吗？莫非您就是传说中的那位？没错，既然拿我下注，那也得知道我任安乐本尊长什么样了。哎，各位记得下注多压任安乐啊！荒唐！去命他们立刻撤掉赌局。别呀，殿下，这赌局好歹也有您的一半，而且他们要是知道您也来了，那岂不是更热闹？大家下注记得下我这儿啊！慢着。啊，骆大人！哎呦，这骆大人，没想到平日里看着清心寡欲的骆大人，居然也……他可是这里的常客。真的假的？骆大人经常来这里佯装吃酒，突然发难，拿人就走。这里的管事可是对他头疼极了。咱们开盘口只图一乐，你可千万别砸场子呀！谁说我是来砸场子的？事关太子的婚姻大事，我是来成幸的。把这个全都给我换成筹码。哎，是。骆大人，那您一定尽兴，一定尽兴。哦，您就是刑部尚书骆大人。骆大人，我是大理寺少卿任安乐。哦，骆大人，初次见面，真没想到骆大人，您竟也是如此美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骆大人，你可是第一个敢跟我参与这个赌局的人，你很有胆量，我欣赏你。你也是这京城里第一个敢对我如此无礼的人。下一个，我自然是要压我自己当太子妃了。那我就压你当不上这个太子妃。殿下，这任大人一身红衣，骆大人红衣一身，这俩人瞧着分明就是对新人嘛。注要放我这儿啊，各位兄弟，压任安乐，过来，来，别客气。我呀，我看任小姐的胜算大得很呢。听到没有？过来，别客气。哎，兄弟，过来，到我这儿来。哎，过分了，哎，过分了啊！哎，我说压这儿看不见我。任安乐，放弃吧。不可能。殿下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俩口头赌一赌，你和任安乐，你觉得谁会赢啊？弟子愿赢。这也太没意思了。他俩怎么走到一块儿了？